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阿威出生于海南的一个小渔村，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海南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，许多小渔村纷纷抓住机遇，转型为度假村，发展起了旅游相关产业。村民们的生活也因此越过越好。然而，阿威所在的村子仿佛被遗忘在了时代的角落里。由于地理位置偏僻、交通不便等原因，村子并没有像周围的其他村庄一样变成度假胜地。村民们仍旧以捕鱼为生。对于村里的年轻人来说，生活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是没有出路的。阿威也是其中之一。他总想着有一天能离开这个小村庄，去外面的世界闯荡。阿威从小在学校就不爱学习，经常调皮捣蛋，成绩一塌糊涂。家庭贫困的他，最终在父母的决定下早早辍学。辍学后的阿威倒是很开心，因为他本来就对学习没有兴趣，书本对他来说简直是催眠的利器。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村子，去大城市寻找机会。每年过年过节，村里的那些外出务工的大人们回到村里，总是衣着光鲜，带回来各种各样的礼物。他们给村里的年轻人讲述外面世界的繁华，讲述赚钱的轻松。这些故事让阿威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。于是16岁的阿威背起简单的行囊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，离开了家乡。他幻想着在大城市出人头地，衣锦还乡。然而，现实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，反而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。因为没有学历，没有技能，没有文化，阿威在城市里找工作四处碰壁。由于年龄未满18岁，他连做体力活的机会都很难找到，很多老板不敢雇佣他，担心违反童工法。阿威只能在一些小饭馆打打零工，做一些脏活累活。他曾经幻想的大城市的美好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让他感到无比失落。幸运的是，一个烧烤店老板看他勤奋能干，决定留下他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老板让阿威谎称是自己的外甥，帮忙打杂。阿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尽心尽力的工作，早早起床，帮保洁员打扫卫生，空闲时还去后厨帮忙。他的勤奋和努力得到了老板的认可，老板甚至承诺3个月后给他涨工资。阿威在烧烤店的日子虽然辛苦，但他充满了希望。然而3个月过去了，老板的承诺却没有兑现。旅游淡季来临，烧烤店生意冷清，老板开始对阿威的工作挑三拣四。终于有一天，阿威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，老板借此机会大发雷霆，将阿威辞退，还克扣了他半个月的工资。16岁的阿威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对于老板的不公行为，他只能无奈接受。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，阿威感觉天旋地转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心中的委屈一波波涌上来。他拼命忍住眼泪，心里满是惆怅。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就这样没了，以后还能找到工作吗？这个巨大的城市仿佛没有一处属于他的容身之地。他突然很想家，想回到那个熟悉的小渔村。这几个月下来，钱没赚到，还吃了不少苦头，受了无数的委屈。阿威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走进出租屋所在的楼道。正当他踏入电梯时，一位女性迎面走了出来，她的脑子里正放空着，没有注意到面前的人，两人直接撞在了一起。他下意识地说了声抱歉，并没有太在意。
正要踏进电梯时，突然被人一把拽住。他转身回头，那位女性穿着高跟鞋，面带愠色，眼中透出浓浓的怒气。下一秒，她指着阿威的鼻子，狠狠地骂了起来，眼睛还上下打量着阿威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不长眼睛是吧？小小年纪成这个样子，染个黄毛，一副混混模样。你们这种小混混就该去改造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你们父母不嫌丢人吗？让你们出来丢人现眼。”之后，他骂完后扬长而去。而阿威本就处于委屈和难过中，突然无端被骂，心里逐渐变得扭曲。在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，他死死地盯着这位女士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狠毒。而后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一直都在附近踩点跟踪这位女士。而终于到了第7天，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。傍晚时分，民警接到报警，报案人称有位女士死在了电梯里。之后，警方迅速展开了对这起命案的调查，调取了电梯里的监控录像。录像显示，事情发生在下午4点左右。当时这座公寓里人不多，女受害者一个人在等电梯。电梯门即将关上时，一只手突然伸了进来，拦住了电梯门。那个人正是凶手，他看上去很年轻，戴着口罩，无法看清面部特征。在拦住电梯门后，他死死地盯着受害者，一言不发，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“你到底进不进来？”受害者不耐烦地催促道，似乎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。他把手机放回包内，往后退了2步，站到了电梯的角落。随后，小伙子走进电梯，他没有按楼层按钮，而是继续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受害者。受害者开始害怕了，大声呵斥：“你盯着我干嘛？有毛病吧？”电梯缓缓上行，等到了受害者的目的地22楼，他赶紧往外走，想摆脱这个一直盯着自己的怪人。谁知小伙子一把将他拉回电梯内，一声救命还没来得及喊出口，电梯门又关上了，开始缓缓下行。“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你欺负我的事情，我可忘不掉。”小伙子开口了，但这话让受害者更加惊恐。他强调自己根本不认识对方，这无疑激怒了小伙子。他从包里掏出一把尖刀，作势要捅过去。“道歉！你这个坏女人，给我道歉！”受害者尖叫一声，冲向电梯按钮那一侧，想要按亮就近楼层求救，却被小伙子阻止了。拉扯间，受害者抓起小伙子的手，狠狠咬了一口，这彻底激怒了他，尖刀便朝着女人的胸口捅了下去。1下2下，鲜血迅速从伤口涌出，受害者一边哭喊，一边奋力反抗。然而，一个弱女子哪里是精壮小伙的对手？最终，凶手朝着受害者身体连捅8刀才停下来。他杀红了眼，还想继续行凶，可电梯已经到达了1楼。电梯门一开，正在等电梯的人们被这触目惊心的凶案现场吓得四散奔逃。事后，警方迅速赶到现场，拉起了警戒线，封锁了公寓的出入口。通过电梯内的监控录像，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，并展开了全程搜捕。受害者被迅速送往医院抢救，但由于失血过多，伤势过重，最终还是不治身亡。他的家人闻讯赶来，悲痛欲绝。而凶手在案发后逃到了一个偏僻的网吧，试图掩藏行踪。接下来的事情绝对会震碎你的三观，就连办案的民警在得知真相后都脸色惨白，头皮发麻。为了尽快找到凶手，民警调阅了周边大量监控录像，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嫌疑人。
凶手似乎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，也明白自己逃不掉，于是他若无其事地在事发地附近的一家网吧里玩游戏，最终被民警铐走。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们认识吗？民警连夜审讯，得知这个小伙子名叫阿威，年仅16岁。这样一个年轻人，为什么会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呢？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案件的来龙去脉让警方越来越感到匪夷所思。我不认识他，但我必须杀了他。阿威语出惊人，一个不认识的女人，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刀一刀捅死呢？起初，无论民警怎么问，阿威始终沉默不语，只是反复强调，这女人该死，自己是在替天行道。眼看实在问不出什么，是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队长亲自出马，试图与他谈心。你还年轻，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替父母想想。队长的话让阿威的心理防线突然崩塌，他痛哭流涕，开始抒发内心深处的情绪。那个女人，她欺负我。阿威哽咽着说起了那天发生的事情。听完这一切的民警无不感到错愕，而这位女士的男友听到事情真相后，更是自责万分。我女朋友前2天就跟我说过，她似乎被人跟踪了。当时我以为她神经过敏，就没在意。在法医院的停尸间里，女死者的男友哭得泣不成声。他说，女友名叫肖月，是一名学校的医生，热爱生活，活泼开朗，万万没想到会被人杀害，仓促而悲哀地走到人生终点。月月平时最爱干净了，那个杀人凶手让她浑身是血的死去，她一定很难受。男友继续说道，女友是家中的独生女，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父母对她千依百顺，因此她性格比较骄纵。从医科大学毕业后，肖月受不了医院值夜班的辛苦，于是家里托关系把她调到某所高校，成为一名朝9晚5的校医。平时工作不累，作息规律，父母对她的现状很满意。可能是职业病，月月这个人有些病态的洁癖，平时在外面基本不愿意肢体直接接触任何物品。就算是回到家，也要换全套衣服，再消毒双手才肯坐下。男友回忆道，1周前，肖月曾抱怨过一个毛头小伙冒冒失失地撞了她，而且撞了人不道歉，就这么准备开溜。她大发脾气，狠狠教训了对方一顿，差点把小伙子骂哭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凶手阿威正处于情绪最为沮丧的阶段，被人这么劈头盖脸地骂一顿，心里自然很憋屈。然而肖月却并不这样认为，他说，对方就这么直冲冲地撞过来，谁知道是不是变态，也许就是看她漂亮才往上撞的。他说话不客气，也是为了威慑流氓，让大家都知道他可不是好欺负的。男友说，肖月外形优越，追求者众多。她本来住在家里有父母护驾，但她嫌离单位太远，无法睡懒觉，于是父母二话不说给她租了这附近的小公寓，并叮嘱她保护好自己。谁知这座公寓竟成了最终夺取她性命的地方。月月的父母到现在还不知道她被害的噩耗，这让我怎么说呀？这不是要了老2口的命吗？男友痛苦地撕扯着头发，他回忆说，事发前几天，肖月就曾提到回家时总感觉有双眼睛盯着他，像是故意跟踪。现在想来，恐怕那就是阿威踩点的身影。我早就跟他说了，实在害怕的话可以到我家来躲几天，可他没当回事。现在想来真是后悔呀。最后，由于阿威还未满18岁，但按照我国法律规定，他不可能一命赔一命，最终
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移交司法机关前，阿威掏出身上仅有的200多块钱，这是他打工1年来唯一剩下的积蓄，要求民警帮他转交给在老家翘首以盼的爷爷奶奶，希望他们忘了自己，一个16岁的少年，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歧途，仅仅因为几句口角，竟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，实在令人头皮发麻。这不禁让人质疑，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？为何如此不堪压力，受不了一点委屈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